武警营区清退的案子，你虽然是让了左林一步，可是你真的觉得他会就此放手吗？当然不会，但至少是缓和了一小步啊。哎呀，不可否认，这个左林呢，确实是个人才。可是咱们得看清楚呀，他始终是在对手的阵地上。我觉得，你就别再对他抱有任何的幻想了吧。左林的事先不谈，后面的计划咱们周详进行。这样，你呢，要是不忍心对他下手，这个事情我来办。我们法院的人每天经历那么多的案子，犯点错误嘛，很正常。左林的事，咱们先不谈。局长，来，谢谢局长。怎么样？看明白了吗？被执行人是盛丰科技的股东邵义东，申请执行人是百川控股。我想我明白了。嗅出什么味道来了吗？又一波疯狂的圈钱行动要开始了。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，百川控股已经申请执行了。邵义东名下的几家公司的设备、厂房，还有技术专利，都已由民庭诉讼保全了。执行的标的额在4.2个亿。那可以基本确定，这笔资金来自永嘉地产。郑怀山作为百川控股的幕后老板，他又是市政府的法律顾问，所以这种关系你可要权衡利弊啊。我自有分寸。这个金融纠纷案的直觉率本来就低，盛方科技在2级市场已经停盘了，他们融资的渠道也已经断了，所以你要小心。看来重场戏终于要来了。这犯什么法呀？我就查了一下他邮箱地址，又没查他内容，真逗。啊？你跟谁说话呢？哦，昨天没睡好，梦呢，说梦话，说梦话。董事长，郑教授到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欢迎欢迎，郑教授啊！哎，不行，现在正在搞廉政建设，怎么好收礼啊？这叫什么礼呀？一点茶叶不值钱。
我家乡的茶园每年都过季，我带了点来给您尝尝鲜。既然是郑教授家里的特产，那就收下了。啊，哎，好，郑教授，请坐吧。哎呦，你看看你这个腿啊，怎么搞的呀？是不是塞翁失马了呀？哎呀，的确是塞翁失马，就是不知道是福是祸呀。俗话说“伤筋动骨100天”，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在家歇着才是啊。待不住，顺便呢活动下腿脚。今天来，是就这个陆坚的事儿啊，当面向您表示感谢。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可千万不能言谢。您放心，口头谢。哎，对了，您托我卖的那幅画啊，画，哦，你是说那幅画有结果了？上个星期在香港卖出一个不错的价格，我自作主张，钱已经转到你儿子的国外的账户了。说现在当个干部也够清廉的，孩子在国外上学，开销大，只有变卖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珍藏应付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说第二件事吧。还是何市长您了解我。不过您放心，不是永嘉的事儿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这样，有个上市公司欠了我们公司的钱，一直还不上。前几天，法院的裁决已经下来了，已经转到中院的执行局了。好啊，这回你是申请执行人，应该理直气壮才是啊。肯定理直气壮。我呢，不麻烦领导特殊照顾，一切按法律规定办。就是希望执行局能快点执行，把钱早点要回来，这样永嘉的事情也可以早点解决。这事儿好办。这事儿，我说话都硬气。那我就不打搅您工作了，啊。秘书，没事。大家看一下，盛方科技的第一大股东邵逸东从百川控股融了一笔风险投资，但股市下跌，使盛方科技的资产大幅度缩水，而邵逸东的其他公司也因此受到连累，投资的钱完全无力偿还。这个案子看起来简单明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现在盛方科技已经停牌了，那邵逸东也难逃任人宰割的命运。听起来似乎一切正常，但目标的确很大，又涉及上市公司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执行申请人是百川控股，是郑怀山。局里已经提出要求，让我们加快执行进度。本来啊，觉得一切正常，但是一要求我们加快进度，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对劲了。大家先别着急下定论，我们先搞清楚百川控股在这个案子当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。我去。啊？谢谢。教授，您看。恢复的不错，负重量还可以再增加一些。那拐杖可以不用了吗？还不行，单拐至少还得用1个月。还有踝关节的屈伸练习啊，平时还得坚持。
谢谢。啊，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郑老师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已经可以做一些轻微的活动了。我已经上班了。我能去看您吗？不用，如果你有事儿就说事儿。是有一件事，百川控股和盛方科技大股东赵一东的案子已经在我手上了。我算计的时间也应该到你手上了。这是老师给我出的另外一个考题目。这么简单的题，可能是我出的吗？只是撞到你手上了。那老师，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？以法律尊严的名义。这也太笼统了吧？这么说吧，你处置的任何结果，都是我希望的。郑老师，您的宽容会让我有愧疚感的。你真的愧疚我吗？抱歉，你提出来的要求我们不能配合。那您的意思是说要拒绝配合了？但是现在被执行的对象是盛方科技，你却要求我调荣达投资、富康咨询、百川控股这些公司的历史信息，这属于泄露客户的信息，我们做不到。这个我们不为难你，相关的法律文件呢，我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您可以先看一下。你们应该协助的义务跟承担的后果，刚才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如果你们依然拒绝配合的话，我们可以对你们采取罚款、拘留等行政措施，不是吓唬你。我呢，通过对银湖证券公司的调查，荣达投资、富康咨询，包括百川控股，都没有可疑的操作记录。但是，我扩大了调查范围，通过了中国证监会的数据库，对盛方科技股票购买操作进行了海量的对比，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257个账户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这257个账户对盛方科技股票的操作出奇的一致。你这次怎么不下定论呢？其实我就是等你问我这句话呢。结论是，我现在初步可以断定，这257个账户对盛方科技股票的买卖，都出自一个指令。周法官，你怎么看？证据对上了。永家流出的这笔资金，终于有苗头了。百川控股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了。就是说，真正定账要开始了。你说的对，前哨战已经开始。有贵宾到。
郑老师好。你们先进去吧。我想知道盛方科技的执行情况。那我先问一下，您是以什么身份提的这个问题？这有什么不同吗？当然了，如果您是以申请执行人的身份提问的话，我拒绝回答，因为您既不是申请人的律师，也不是他的法定代表人，无权过问。那如果您是以老师的身份问的话，我就更不能回答了，因为案情不能提供给无关的人问。你可以去大学教课吧。我有一个假设，想请您听一下。好啊，说来听听。经过调查，我发现名山系在全国开了200多个户头，经过1年的时间，暗中收购了盛方科技30%的股权。在与盛方科技大股东邵逸东签订投资协议之后，将盛方科技在2级市场做空，使得盛方科技的资产大幅度缩水，无力偿还债务。接着，百川控股起诉了盛方科技的股东邵逸东。那如果真的是如你假设的这样的话，那这名山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？压迫邵逸东将盛方科技的股权用来偿还债务，从而控制盛方科技，然后再寻找新的市场题材。等盛方科技在2级市场复牌之后，将股价大幅提升，坐收盈利。说得很精彩，但是你说的这一切都只是推演假设，没有证据就没有法律。那如果老师肯定我的推断，那我就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查下去。好啊，我在前面等着你。哎，您今天这是去哪儿？去你们庄院长办公室。你也看见了，我今天带来了申请执行人的律师团，要求民州中院无条件加快盛方科技的执行。好，您完全有这个权利。郑教授，电话。郑老师，您终于还是走到目前来了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在名山系的真实身份吗？我不瞒你，这算是明确答案吧。坦白说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确认有名山系的存在。我答应过你，早晚让你知道。老师，这次您轻敌了，你把自己暴露出来，其实有一些失策。我不是轻敌，我是不想骗你。老师，您这么做是让我无路可退。
其实当初我是宁愿自己骗自己的。我现在已经站在你面前了，我的课堂的大门时刻为你敞开着，随时欢迎你来找我上课。你还是上车吧，您腿不好，站久了不行。你在哪儿？您转过身来。我在国徽的正下方。真会找地方。这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。他们怎么这么有谱？直接找赵院长。那是当然了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角色要出场了。这个案子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。下周3，如果邵逸东还不还钱的话，就按照申请执行人的要求，将邵逸东在盛方科技的股权强制执行。小安，双方当事人调解的事情约好了吗？约好了。稍等一会儿。下周3，这么紧，啊？下周3，这明明就是又要压我们退步嘛！这分明就是要给明山系，就是想让明山系阴谋得逞，对吧？我征求你的意见了吗？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犯法，你就给我闭嘴！我就是想知。左法官说的对，现在时间紧迫，不是争论的时候。郑老师说过一句话：法律不只是保护好人的，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。这就是法律。好了，大家记住了，下周3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苏姐，别太往心里去啊。我早该想到了，百川控股的总经理，不是你又能是谁呢？不用客套了，大家都挺急的，进入正题。我们首先来解决一个程序性的问题。我刚刚得知，这位张思鹏先生是百川控股的总经理。邵总，张先生是我之前的男朋友。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，
我应该主动申请回避。不过既然二位已经来了这里，我就征求下你们的同意。需要我申请回避吗？不需要。我也认为不需要。好，既然二位都不需要我回避，那这样吧，我尽量少发表意见，由我的同事来主持这次的执行和解。如果出现问题的话，我再指出。各位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开始。你们哪位先陈述？我先说吧。由于我投资失误，资金链断裂，没有现金流，目前确实没有资金可以偿还百川。如果可行的话，希望可以延期一些时候。作为还款的诚意，我将前期融资的时候，百川控股看好的2个软件的知识产权，还有我投资的一家前景非常好的游戏公司股权，作为执行担保，全部抵押给百川。申请人一方呢？我没什么可说的，新提出的条件我不接受。今天来就是要求邵总履行调解书。我再强调一遍调解书的内容。如果邵逸东不能在调解生效后清偿债务，百川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。强制执行指定期限内仍不能清偿债务的，届时可以按申请人的要求，以邵逸东在盛方科技的全部股权抵债。盛方科技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！百川一方呢，也不要觉得谈和解自己就吃亏了，有的时候执行起来也并不顺利，执行个3、4年的都是常事。这种情况，作为百川的张总应该很熟悉吧？我也不愿意拖个3、5年。我也同样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老赖，谁都想有尊严的活着，对吧？向别人要钱的时候就神气活现，这种感觉很好，是吧？嗯。法院调解，请用规范的语言。接受。既然百川控股一方已经明确表明态度，不能达成和解协议，那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谈和解了。哎，我们也认为确实无法达成，所以请法院确认个执行期限了。下周3。如果邵逸东还不履行的话，我们就下裁定，正式执行。一会儿就散了吧，法院不管饭。小艾，你再说太刻薄。左姐，我看到那样的人我就来气。当初要不是他，能把你害成这样？我跟你说，这也就在法院，这要不在法院，更狠了说。等一下，这个计划你究竟参与了多少？
不知道什么计划？张子鹏，你知道你不会说谎的吗？你这眼睛根本骗不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年你很兴奋地告诉我，你研究了多年的监管方案，终于取得了成果，还得到了证监会专家的认可。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，太肤浅了，以为给我一根棍子就能撬动整个地球。你当年的正直去哪儿了？我想不明白，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堕落得这么迅速？在商言商，商界嘛，本来就是一个大染缸，所以我没有必要装高尚啊。别抹黑商界，我见过太多诚实守信的商人，你是在为自己找借口，不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吧，我下次换个时间再听你教诲，好吗？我并没有想拯救你的欲望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下次再靠你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写悔过书这么简单。倪行长吗？我是于川啊。您最近忙吗？啊，于法官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想约您见个面，就是简单的聊一聊，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啊？好啊，那下了班我去找你。哎，别，您别找我了。下班之后约在哪儿？回头我打电话给您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下了班，咱再联系。哎，这儿。好，谢谢，饿死了。谢谢啊，我先不管您了，我先吃了啊。哦对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于法官，你们家地产欠我们贷款，能还了吧？做梦。那您什么意思？他们欠多少钱？2个多亿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想收不回来的贷款，纪检现在还在查，搞不好啊，我要丢官呐！你别光顾着吃啊！那您应该申请起诉啊！我们起诉了，可我担心的是，判决下来还是白掉。我这儿还真有个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你快说啊！我呢，现在手头上正在执行一个案件。盛方科技，你听说过吧？知道，被停牌了。这个被执行人呢是盛方科技的大股东，叫邵玉东。你用纸跟笔吧。你讲讲啊，你呢，先将这个邵玉东个人名下的公司、资产、厂房、器械
全部抵押到你们兴盛银行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兴盛银行旗下是不是有一个发展基金啊？有啊。用你们这个发展基金借钱给少宇。可是别可是啊，别着急，等我说完。我知道你们要借钱的话，肯定得有担保，对吧？这个邵逸东旗下呢，还有一家游戏公司。这家游戏公司呢，近2年研发了几个不错的游戏，在市场上卖的销路呢也很好，可以用来做抵押担保。那盛方科技为什么不用它的股权做抵押呢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因为盛方科技所有的股权都抵押给了百川控股。我还是没有听懂，和我们给永嘉地产的贷款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案子的申请执行人百川控股欠了永嘉很多的钱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被执行下来的钱谁也拿不走。但是如果你们永嘉贷款案一旦宣判下来，你们就可以参与到其中，进行分配了。对，这个办法不错。可是，发展基金的贷款有点违反我们银行的规定了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，可以将国家的损失弥补回来。干不干呢？您说了算。好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干了，我不能坐着等死啊！哎呀，李行长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咱们两个今天呢，只是简简单单的在这个小面馆吃了一顿面，可千万不能说是法院出的主意。你放心，你真心帮我，哪能卖了你？吃完了，我得赶紧回去开会研究一下。这银行啊，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行与不行，明天给你回个话。要不说倪行长，您才是做大事的人。喂，郑老师，怎么了？盛方科技的事儿，我心里总在跳，很不踏实。女人的直觉是最准的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也没什么具体的看法，我就是觉得老要出事儿。不要过分担心，这2天有什么新情况呢，及时告诉我。哦。哎，郑老师，左琳还会不会和我们一起啊？很难了，以后我只能依靠你了。我一定会尽力帮您的，但是我真的能力有限。还有我呢。还有，不管怎么样，能不能别让左琳受到伤害呀？我也不想啊，但现在谁都没有退路了，以后的路就全靠命运的指引吧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老师说这么宿命的话。小艾，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，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我们一定要打赢这场仗。老师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帮助您的。
盛方科技的案子没几天了，看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？急什么急啊？我们等着下裁决不就好了吗？你准备向郑老师妥协了？小艾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人家现在是申请执行人，换角色了。其实我倒有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有办法你快说。我有个舅舅，在证监会工作，盛方科技又是上市公司，没准能帮上忙。好事儿啊！马上安排我跟他见面。行，我问问看。小艾，这件事情咱们必须保密。如果再走漏风声的话，咱们就前功尽弃了。